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早安中国节目哈，我是方伟，来一个个介绍。来，大家好，大家好，光看着手了。早安中国，然后呢，过了一个周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新闻全部登上了热搜榜，那特别是以色列这边，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关注一下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石山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换了夏装了。好，今天我们3个话题嘛，对不对？首先第一个还是讲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哎，跟我们华人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有个关系。关系太大了。好，今天他做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行动哈。我们待会儿先把前面3个说完哈。第2个是什么来着？第2个呢是太子党大聚会。哎，对。而且呢，石山知道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讲讲太子党的掌故。对。红二代的聚会，红色贵族的结构啊，到底是怎么个生态是吧？对。第3个我们讲一下，我们其实不太应该讲的哈，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的话题，但是个文化现象。对，我觉得应该讲，应该谈一下，因为虽然有代沟，但是你这个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的。是，就有时候我们家小孩他们关心的话题，他们觉得可笑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理解。我们完全不理解。然后我和我太太有时候讲一个话题，讲着，他们在旁边笑着躺在地下。我们就不理解什么好笑的啊，就是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可笑的事情，然后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觉得就反正这个还是需要互相了解。所以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知道什么叫拉布布吗？如果你知道，打到屏幕下面，你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吗？你们家小孩玩这个东西吗？跟你要了这个东西吗？有没有买过拉布布？OK，我们还得学一学这什么东西呀？学完了之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好，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我们这个时事加这个轻松话题哈。对。好，我们现在直入正题，我们来讲第一个话题。第一个话题讲的是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嘛，对不对？对。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打到不叫落花流水吧，这打到现在是只有这个伊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办法还手。是吧？他现在还手招架都没有了。对，就是现在人家以色列的飞机如入无人之境，在伊朗的上空随便进出，你觉得这还有什么招架呀？而且我看到说第一轮攻击啊，是拿出最好的第5代战机 F-35，现在不用了，现在出来都是 F-16跟 F-15。对，因为地面上反正什么也没有，什么飞机进去都不会掉下来，就基本上是等于是防空系统和对方的，如果是空军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你当然就可以用第4代最好的战机就直接就做就行了。我甚至以后 F-16都不需要了，以色列自己的像什么那个他们的那个失事就完全可以自己做。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你说到什么？这个伊朗的监狱被炸开了。最新的消息，伊朗这个德黑兰的监狱已经被以色列给攻打了，里边的犯人马上进行暴动，现在都跑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在说，这里边得有多少思想犯和反对派呀？这是最新的进展。对啊，所以另外呢，我就觉得我现在说一下那个关于还是那个铁穹这个防护网哈。对，现在我看到今天早上我看到是伊朗发了270枚这个弹道导弹，22枚钻进去了，所以基本上它防护率还是90%，超过90%，对，超过90%还是不错的。但是呢，22枚还是蛮吓人的哈。对，所以那个内塔尼亚胡他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那个福克斯的 Breitbart， 他说他们现在每年每个我看看每年造3600枚。每一枚是1吨哦，1吨重。他说6年下来，他就2万枚。2万枚来打我们的话，我们这么小的地方，我们有防护网也没办法，谁架得出2000枚打进来啊？你可以想，你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以色列内心的这种恐惧啊。现在是200多枚，都是常规这个导弹。如果他真的像情报界预测的，他们几个月之内可能有10到15枚核弹的话，只要1枚漏网，就10%嘛，就1.5枚就漏网了，这个那你基本上特拉维夫就没了。就是这个太可怕了，1吨重的导弹，你说炸出来得什么情况？太吓人了。但如果是核武器的话，那就不是1吨的问题了。对，一下去一个城市没了。没错，所以这个对于
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讲，当然是这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看到那个内塔尼亚胡他之前发的声明当中就讲，这不仅仅是我以色列的问题啊，伊朗天天叫嚣叫杀掉我们，他也反对你美国呀。他说这种导弹马上直接距离就够得着你美国东部的城市，我们这个地方他可能都能够涉及得到。所以他就在讲到，他说这种威胁已经不仅仅是对我们了，所以自由的这样的世界当中，你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一个天天喊着要杀死我们的这样一个政权拥有核武呢？所以人家我就要把你这个给你说句不好听话的，刀给你抢下来，武器给你卸掉，我不允许你拥有打死我的能力。这说白了就这么回事。现在已经上升到我要解体你这个政权了。对，我觉得到这个份儿上，这很有意思了哈。因为那么表面上非常强大的这个伊朗政权，现在被打到简直是等于军事领袖层就基本上被干掉了，全部被斩首。那么现在留着他的叫做什么来着？就是这个哈梅内伊还留在那个地方哈。那然后呢，在这个政权削弱到如此厉害的地步，大家就看下一场戏了。我想以色列首先他就在说哈，你们要不要起来？那么伊朗内部的人也在说，我们要不要起来？伊朗在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侨民也在说，我们要不要起来？我今天看到就是几个方面全在往起走，没错。所以现在就是存在一个问题，说伊朗真的能不能起来？伊朗的人民能不能起来，把这个事情给改了，推翻了，把这个政权给改了。所以我们看星期五哈，它是星期五当地时间凌晨3点进行的第一波的攻击，今天是星期一，对，也就是说4天头了啊。然后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就是刚开始这石油跳到了13%呢，那一天呀，这不得了了，这家伙伊朗反击了，这伊朗得多厉害呀！反击完了之后，那这中东又要乱起来了，这石油肯定涨价了。今天的石油从今天啪啪啪往下跌，大家对伊朗也就是中东的紧张情绪消散啊，这是财经界里边大家这样去讲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局势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个伊朗上周五您还讲，你说哎，红旗挂出来了，这是要追查到底的意思是吧？然后红旗挂出来又怎样呢？然后不仅是刚才讲到了，人家把你空军给你解散了，军队高层给你干掉了，科学家，这所有的制核方面的专家，当天星期五和最后这2天又打死了至少是10几名这种搞核弹研究的这种科学家，全部给你送走啊！所以这个打击非常大。那今天最有意思的，我觉得他们把那个伊朗的国家电视台给轰了。我们今天这个太好玩了。我们要不要先看那个？先看前面一个，就是那个拿一张纸的这么一个东西哈。那个照片能不能看得到？先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张纸哈，这上面当然写的是英文了。当然这据说是在伊朗一个高架桥上一个伊朗的女性拍的，但能不能核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假设它是真实的，因为谁造这种谣有啥意思呢？上面写的就是。因为英文写的就是以色列，请瞄准这个哈梅内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电视台，就这个意思。结果下面的国家电视台的一个叫做场景就说了，我们看一下吧，大概就10秒钟的样子，我们看一下。他在做大声讲话，我们听不见哈。这个是伊朗的中央电视台，对，国家电视台在那慷慨激昂，哎，怎么没有了？还有。好，接着再看往下。咚，真的把电视台打了，把那楼给炸了。哎，这个画面挺有意思。这个人在广播，我这样看啊，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的翻译就是。他正在讲说，居然有我们的这个有些叛徒写了这么张纸，要打这个我们最高领袖和打我们电视台，你痴心妄想，你怎么可能的？刚说完，梆一下打，就转头就跑了。这个画面确实是有可能性，我相信是非常震撼的，在伊朗国内，这个信号会非常的强烈，是，尤其是这个他的电视台。还把这个纸片播出来，但问题在于他刚才那个时候直播，他躲得不了。对呀。我看着这个他蒙着黑袍子的时候，北朝鲜有一个叫李春基，然后这个虽然很像，对，对，很像啊，那种为国家的那种政权背书啊，慷慨激昂的，这个也是那样子这样子。然后呢，一下就把它轰炸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玩。那怎么的？以色列是真的有这个目的吗？还是说他看到了这样的人，哎，写了这么个纸条，真正按照民意要求就把他那个中央电视台
给轰了呢？现在的问题是，就是你可以从以色列的整个战略啊和他这个部署看，我认为他是在这个作战的过程中啊，他有所进化，因为他最开始的目标恐怕最重要的是要消除这个伊朗的核武器，是为了消除他的核武器，所以呢就直接先把他的这个防空系统给它摧毁掉，然后为了摧毁防空系统呢，先把空军的一批将领就给它摧毁掉，然后就为了这个然后就一批这个军事人员和这个和科学家，我看到的消息是，以色列呢是完全掌握了哈梅内伊的行踪，但是呢，就是他们说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做掉，但是说据说这个计划是被川普呢否决了，说你不能这个你打军事人员，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你打这个非军事人员或者国家领袖，这个东西有一点啊，就是这个不太大概这个意思。要否决了，所以你看那个在美国国内的伊朗侨民，现在也骂川普啊，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不让以色列打那个哈梅内伊他们，就说这个换过来讲法，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有一个国家跟中共在打仗的时候，只打了部队，没有把共产党的这些领袖给打掉。所以外面的人就不满了，说你那个才是关键，你要把他们做掉啊！但是现在据说哈梅内伊已经逃到这个俄罗斯境内去了，这个也不知道啊，这个网传，就网传，网传有这种安排，或者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计划的慢慢的有进化？就是他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战目标开始不一样了。他现在在打他的电视台的时候，他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在发表讲话的时候，他的这个作战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军事目标，已经不是核武器。他觉得，有可能我们可以把伊朗啊这个整个政权把它改过来，因为确实有很多伊朗人在表达这个情绪、这个想法，包括老百姓，我看到也确实是非常的就五感杂陈了。就是那个伊朗的老百姓拿着一大包爆米花爬到屋顶上去，几个人一边看一边说一边吃爆米花，就像看电影似的。你要是说哎呀又打了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几个人吃爆米花，然后很开心的样子啊，不是就是，所以这种东西啊，我相信在伊朗不是说个别现象，是非常多。所以这个让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可能把这个情报反映上去的时候，他的整个作战的目标就开始发生变化。所以你看到现在他开始为什么打电视台，为什么把这个监狱的墙给它炸了，或者等等啊诸如此类。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目标开始有变化。所以这个后面会怎么发展，会非常非常的大家关注。你以前你完全想象不到，我要占领一个国家，我怎么占领一个国家？我怎么把他的军事部门打垮？但是我占领这个国家以后，我还要有占领军，占领军以后培养一个这个什么样的政府啊？怎么样这个安抚当地的老百姓？他这个完全不需要，他就是用导弹就完了。就所有目标都可以达到，所以这个里面是和以前传统的作战的这个模式、战争的模式，完全是一个颠覆性的。对呀，而且大家都在说从有飞机之后呢，整个军事史上就是制空权，没有了制空权，有了制空权，你有绝对的优势。现在它真的是完全制空权，而且根本不需要最先进的武器了。那你刚才讲到的那个，我觉得也问问咱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哈，就是假如这是个真的话，那川普认为你不要去攻打这个哈梅内伊，你就去做你军事方面的各种解除就够了。我个人听你讲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太聪明了。哈梅内伊不管怎么，他是个宗教领袖啊。你这次以色列把他干掉了，这种仇上加仇，更解不开了。但你不知道该挂什么旗了。对。然后呢，你现在呢，如果是你伊朗的民意，
你以色列出的这师出有名啊，你是正义之师啊。那之前你还是为了防卫自己，你现在把这制空权拿到了，你的反对派也都出来了，大家你们有没有足够强的民意去颠覆，或者是我们人民想要的自由和政权？这是对伊朗人民的考验了，是吧？你现在这个央视，我看了看那个伊朗电视台，很有意思哎，他从2009年到2019年10年在电视认罪。哦，是吗？哎，355个电视认罪，在电视上认罪，这里边有学生，有记者，有反对派的改革家，就是要认罪。你要不认罪，那后面就是酷刑伺候啊，鞭刑伺候。有一个记者呢曾经说过，他不得不在电视上去读自己悔过书嘛啊，然后他说就像在公开的在强奸我一样啊，就是这10年哈，这电视认罪，然后呢他还造假，那个C罗。那个足球明星把他给批上了支持哈梅内伊政府，完全是造谣。然后呢，他还去把印度的一个工厂的事故呢，也去造谣，说这美国都已经死了多少人了啊！这个疫情当中怎么样？这是中共这教的呢，还是本来就他兄弟哈？我觉得是教的，教的啊。对，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专制国家，确实是派很多人去中共学习，除了军事和一般的这个统治之术以外啊，你想还有很多的就是怎么育民之术，怎么控制老百姓，育民之术，对，然后怎么控制老百姓，宣传战是应该怎么做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像共产党的这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共，真的学了不少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一定有用。你知道这种东西是它怎么说？这个制度啊，只要漏一点点，它就没用了。所以就像一个器，一个大勺一样啊，大铁勺，你可以这样，但是那个勺如果有，那中共的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勺，其他的那些专制体制。你这方方面面信息啊、舆论啊、这个人员进出啊，或者是你的这个思想控制，你只要有一个方面漏了，你这个东西用起来就不行了。这个就。所以在伊朗里边，年轻人。没人看那个央视，90%的人到互联网上看讯息，40%的人用卫星接收电视。所以伊朗的这个国家电视台，你看着他嗷唠的在那去说，他那个地位有点像中央的那个央视的那个地位，老百姓没人信你的。所以呢，这次你说那个人说你先攻打那个伊朗的中央电视台，他就起到这个喉舌，他其实就是一个政权的喉舌。所以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新闻媒体它叫做对权力的监督，叫第4权。但是你在中国，在伊朗这样的国家，它不叫第4权，它就是喉舌，第2支柱啊。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它就是喉舌了。所以呢，这是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按照你讲的，以色列的一步一步的，他现在是喉舌给你干掉。下次呢，人民起来把喉舌控制住，反对派的声音出来，那就是民意推翻政府。我以色列只是防卫，我是自卫反击，性质就不一样了。对，这现在能不能达到还不一定，不知道。因为从这个老百姓，你知道，所有的这种专制政权，它的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社会碎片化，就是所有的力量独立于这个统治集团的力量全部碎片化。也就是说，就算我倒了，你们也很长时间形成不了独立的力量，你不能接手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前共产党国家，东欧啊这些国家，等它倒台以后。起来的统治的这一批人都是原来的官员，绝大部分都是原来的行政官员。但是他那个好，就是因为这一批人上来，大家都是现代化的语言，就跟中共一样。我跟西方啊都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现代化的语言只是这个后面这个意识形态有问题。中共为什么紧张？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中国已经崩溃，包括在官员的头脑里面。就是说，现在谁真的是因为理想主义的信念去相信共产主义，很少很少。这个在东欧的情况是一样的。当这个政权一垮台，它和西方对话是没有间隙的。但是在这个宗教专制的国家，这个里面啊，可能是会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问题。
这当然伊朗我们看一看会发生什么，这个我们需要去继续观察。我们今天是2025年呢，我们这一段时间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中东的战争、哈马斯、乌俄战争哈，包括朝鲜不断的在拥有核武啊，发生的太多的事情了，让这个世界给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动荡。但是以色列做的这几天的事情，我就感觉国际政治的这个局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微妙的这种变化。没想到伊朗如此不堪一击，虽然它还是有22枚导弹漏网了，但如此不堪一击。当伊朗这块发生变化了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共的力量会怎么样？整个的世界格局不会。中东那边会平息下来不？所以最近这1周之内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我自己预想一个画面哈，因为他不有一个之前的国王吗？巴列维。如果你的伊朗的民众他能够崛起，人家赢回这个国王，那么那个国王的孙子现在在美国吗？他叫王储，也叫王子，英文叫做 Prince。对呀，就是他嘛。如果他们能赢，那真的就是伊朗的改朝换代呀。而且你看这里边还有沙特。已经跟以色列这边进行一个合作，叙利亚打开它的这个领域，允许这个以色列用它的这个领空，这些你都看到了。整个中东已经跟以色列这边已经开始不是站在伊朗那边谴责了，刚开始还谴责，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局面了。以色列太强了，就伊朗这个大家认为那是最厉害的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对手。人家现在一点都不堪一击，不堪一击。对，就中东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眼光呢拉回去，因为在中东呢，在之前打过5次中东战争啊，前4次伊朗都是虽然没有公开，但都在暗地支持以色列。前4次就是1970年代80年代以前，因为1979年。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才把巴列维王朝给推翻的。在巴列维王朝的时代，伊朗是非常西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地方。其实阿富汗也是，其实你仔细看一下，阿富汗在原来也是，伊拉克也是，这个伊朗，所以在中东很多国家都变成一个就是现代化的一个浪潮上来。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整个这个神权的时代往回走嘛。当然，这个我们在后话，就是前4次中东战争都跟这个阿拉伯人有关，所以我们一直说是以巴战争。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不是巴基斯坦和这个巴勒斯坦，那以巴战争或者以阿战争就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但是到了第5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伊朗支持的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开始出现。从第5次开始，以色列真正的对手就已经不是阿拉伯人了，而是伊朗人。这一次2023年10月7号发生的这个事件背后，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伊朗人，就是伊朗首先支持哈马斯，然后真主党，然后胡塞武装，它整个包括叙利亚，对，这包括叙利亚的这个政权背后都是伊朗。当然有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在背后，在背后，但它的这个前面就是这个伊朗。所以你看这个战争打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打加沙，打完加沙以后打这个黎巴嫩，对吧？先把这个叫做那个哈马斯的这主要力量给它清除掉，接着就是真主党的主要力量清除掉，然后开始压制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最后说好，咱们这个休战，不怎么打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第4阶段，其实是第4阶段，所以这个是有点像已经打到最后阶段了，就有点像大家如果用第二战来看的话啊。现在就是已经是美军已经打到日本的，是打到冲绳岛了这个感觉了，就是到这个阶段了，别人已经攻入你的本土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政权是不是要崩溃，是不是打到最后？其实你看，这是如果我们把它叫第6次中东战争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打到最后阶段，而且这个打完以后，后面会发生什么？
好，我觉得这个阶段第4个阶段，我觉得还有2个地方值得谈的哈。一个就是在美国的伊朗人，刚才说了一个是巴列维的王子哈，他在美国已经说了哈，他的政权倒台是这个迟早的问题，呼吁这伊朗的老百姓起来。那这个有一个伊朗人呢，他其实是在媒体上也活跃了好几年了，我后来才注意到哈，他的名字叫做 Navarian 纳瓦瑞尔，他是6岁的时候从伊朗逃出来的。爸爸妈妈抱着出来的嘛，现在南加州做医生哈那么他呢在媒体上他就是公开喊话，他3点，第一点就是非常谢谢川普总统也是谢谢以色列做的这个事情。那么第2件事情呢，他就基本上跟美国人讲伊朗怎么回事儿，他说伊朗这种政权是绝对不会，他只认权力和力量，force and power。在他们的语汇里头，谈判就是叫做什么，代表着软弱，或者谈判或者外交就是拖延的手法，全是技巧，从来没有真正跟你谈判的。第2点，第3点呢，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这个，他说美国人总是觉得别人跟他一样，拿自己的心去度人家。这个确实是这样。他说我们美国人什么？我们美国人珍惜生命，对不对？他说你知道伊朗怎么回事吗？伊朗这个政权，他说他崇拜的是烈士，死亡，他崇拜的是死亡。在伊朗人看来，你美国人就是叫做 stupid，你们是这帮很愚蠢的人，这都是我觉得这只有伊朗美国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因为美国人是揣度不出来的，即使是我觉得研究怎么说呢，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也不容易一句话说到位。对，他说根本就是2回事儿。你去跟他讲这个讲生命的珍贵，讲人权，他没那个概念，而且他是180度反过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伊朗出来的伊朗人美国伊朗人能够透彻的告诉美国人怎么回事儿，这就是当时你知道，我当时采访那个叫做勒财斯基这是里根的叫做前苏联首席顾问，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当时苏联东欧跑出来的那些知识分子，他就教会了我们美国人什么叫古拉格，苏联是怎么回事，他说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对，我们从来也没在那生活过。所以呢，他就说你们中国人出来，他说现在中共比苏联要叫 sophisticated 多了，比较聪明多了。对，他说你们一定要著书立说，就像当初那些萨哈罗夫那样的，著书立说，要跟美国人讲清楚中共是怎么回事。就是很像我觉得像这个，就是他只是个牙医跟我们差不多，不是牙医，那个美容医生，对不对？跟我们一样正常的工作，但是他在这种时候，他其实不是这种时候，他几年都一直在外面讲话，所以这次才让我听到，这是这一点第2点呢，我就觉得，就以色列怎么对伊朗喊话，我其实我看了一下，我非常吃惊因为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在居鲁士大帝时代，对，那我们就是2000多年的朋友，没错。我说 really， 我说居鲁士大帝是谁呀？我才去研究一下吧。我研究完了之后，我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吃惊，因为当时讲的是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就是摧毁了这个以色列，把耶路撒冷的那个以色列的圣殿也摧毁了对，然后把犹太人掠到巴比伦。在那关了70年，那个阶段叫做奴隶，全部都是巴比伦的奴隶。对，这个居鲁士呢，说白了就是伊朗嘛，波斯的国王，这个很厉害。他是2个，他最大的特色，一个是能征善战，第2个呢，他非常慈悲。他当时建立的居鲁士的帝国叫做什么？东在印度河流域，西到这个地中海，哗，就这么大，跟那个亚历山大一样然后呢，他这个结果他把巴比伦打败之后呢，他就。打败之后第1年就颁发诏书，允许犹太人回到这个叫做回到以色列迦南之地迦南之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并且还资助重建工程。然后就要周围的邻居的这些个这个 ruler 统治者都得提供钱和牲畜给这个以色列人。结果在以赛亚书就是犹太的这个旧约吧，把它叫做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就是只有叫自己的君王或者祭司才这么称呼的。所以呢，这个居鲁士王在以色列他是非常非常这个尊敬他的。就这么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意思是说，我们是1000年的友邦。其实我觉得像美国，对不对？我觉得也可以同样这样。我现在搬到中国那边去了因为我们拿这个东西来对照和这个中共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首先拿个那个纸条子在高速公路上喊这个话，你知道我们这个网上经常说，美军来了，我们都是带路党，是吧？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所以呢，这个什么要跟这个美军打仗美军真的要去到中国的话，那很多老百姓都愿意那么去做的。还有就是，我觉得美国对，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以色列和刚才说的这个美容医生在教美国和教我们这些人怎么去跟中国人对话，对不对？你就展示你的友好嘛，就像以前像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Birmingham 就是 Burlingame。
我们旧金山那个城市嘛，他以前就是美国人，对不对？是大清的大使，帮助中国，然后四处跑，这个累垮了，累死了。对，美国没有抢过中国一分土地，这个庚子赔款拿回来之后，八国联军回去建清华大学，来帮助那么多人到美国来留学，甚至包括钱学森都是用那笔钱出来的。所以呢，这种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美国华人，我们能不能像这个医生这样的 Navazian， 我们能够讲清楚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古代犹太人那样知道感恩戴德的民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中国人不是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怎么能说不是呢？但是古代是这样。你说是当代的中国人，对不对？你的问题是针对当代的中国人。没错。因为现在你看到在网上，当然是编出来的，就是说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对话，就是谈到中国，然后就是说这个美国人说我们这个帮中国人做了什么什么事。俄罗斯人说我们抢了中国哪个城市，然后美国说我们又帮他做了什么什么，加入 WTO， 反正诸如此类。然后俄罗斯人说我们把他的边界全部给重新划了，全部拿走了。说我们帮助中国人我们这有中国城，我们在那个海参崴把中国人全部杀了。说最后题目是你猜中国人会喜欢谁？现在中国人喜欢谁啊？中国人喜欢俄罗斯啊，帮忙啊。所以这个也是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觉得这是真的吗？是假的吗？哎，你说是中国人现在恨美国人，你说这个是个假的吗？你确实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都可以发现有一批中国人不信任美国人，也不喜欢美国人，甚至敌视美国人，确实很多。好，我同意有这个现象哈，但实际上我认为呢，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就是特别忠于中共政权的这批人。要一般的老百姓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像现在哈，咱们说今天中国的所谓4个现代化哈，从那个1980年开始喊到现在，当然已经远远超过那个现代化了，甚至成为世界第2。在我看来，这东西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送的。因为当初我看那个白邦瑞的那个100年马拉松嘛，中国的现代化的起步是美国人是怎么圆盘端给他，现在就是叫做咬什么给你递食物的手，是吧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确实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一般的，我是认为一般的老百姓，就是起码了解历史的老百姓，心里虽然表面上大家都要骂美帝哈，心里当然是服美国人的，所以才到美国来留学。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中共政权它这叫绑架的，或者说控制的，或者说洗脑的那一批人，但他这批人也不会做带路党。那么这些人呢，他确实有这个神经错乱，但是因为这是中共他要统治下去的政策，亲俄就是抗美嘛，对不对？对，因为俄国不会威胁他，不会威胁共产党，但是美国可能会威胁共产党，即使川普也不想把你共产党搞掉，对，他就觉得你自然会威胁我，没错。所以呢，我觉得这里头2个因素吧，一个就是共产党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这个毒的源头。第二呢，中国人就得正本清源，把整个历史看清楚。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对不对？这2个一比较，你到底还在干什么？对，其实现在的这个全世界的这种专制国家跑出来的难民，在美国的社区里面都是非常旗帜鲜明的，包括古巴人，包括越南人，包括老挝人。你知道老挝的那些，这个现在还偷买枪呢。你说现在过多少年呢？我这是大概是7、8年前，有一个老挝的一个将军还被抓了 ，FBI 是因为他去买武器去了，买武器去援助老挝的抵抗是吧？对，他就说我们要这准备好要怎么做了。那包括伊朗包括伊朗，还有包括以前的伊拉克的人。他们的那个社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他们的也非常旗帜鲜明的。但是你反过头来，你看看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国社区，完全是分化，完全是就是说这个非常旗帜不鲜明，有好多个旗帜。华人在美国是最分裂的，有大陆的，有台湾的。还有东南亚的，是吧？然后有左的，有拥护共产党，每一个 group 里面有支持中共的，
有支持这个其他的人的，然后有挺美国的，有挺这个有宗教，有保守的，有激进的，就分化的简直就是碎片化。但是怎么样能够做这个事情？我们这华人在美国社区，你真的想有力量，你必须有一个机制，大家有一套标准，我们在做什么事情。这个东西啊，在确实非常的任重道远。我问你啊，如果说在川普第二任哈，因为川普第二任等于是前4年加后4年嘛，拜登时代其实也是反共的、反中共的哈。对，这么12年搞下来的话，中共的力量在美国如果逐渐示威的话，你觉得华人作为美国华人有没有可能凝聚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有点像这个古巴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美国古巴人呐、美国越南人一样，形成一种反共为叫主旋律吧，用中共的词哈，为主要声调的这么一个人群，有没有可能？我不敢说没有可能，但我确实稍微有点悲观，因为我确实目睹了好几代的中国民运流亡在美国的，他们确实很惨，就是你会觉得对吧？最后被搞得七零八落的，互相还在那个。没错，就是这个。对，这个内部也分裂的很厉害，然后内部为了一点小小的分裂，然后就跟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 deal。这个里面真的是看的有时候，让人觉得对，就是确实很sad。但是呢，我觉得我跟石山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观众朋友其实就跟大家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民运人士有一个什么困难呢？因为他有点出来的时候就是有点流亡那个状态，对，他脚下没有根基，他生活他要做事业的前头都没有。但是我们主体的美国华人，我觉得现在是中等以上的这个层级，是站稳脚跟的，对，脚下是稳的。那么只是说他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呢，我更期待的是在美国扎根或者成长起来的，或者在美国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了解美国又了解中国的这种叫做什么来着？有实力的、有一定实力的美国华人起来汇聚这种声音，为了中国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因为在我们看来，对吧？我想我的观众都同意哈，中共是在威胁美国，因为美国存不存在，想不想把它搞垮，他都认为他想把它搞垮，对不对？这真的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哈。虽然美帝没那个心，对他来说自然就是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实力的华人，就是没有民运当时那些弱点，我生存的弱点。为五斗米要折腰，我们现在不用五斗米折腰来做这件事情。你这个，说起来就是你不说这个还罢，你说这个呢，我就更伤心。是吗？为什么？你当初64出来的这批学生，现在有很多很有钱的，非常有钱。我的意思是，当初被通缉的，大家把名单打开看一看，有一些有钱到可能是在美国华人里面，甚至美国人里面都可以排在前面的那么有钱。是他们会做吗？他们不会做。他们不但不帮助民运这边，他还是把钱弄到中国去投资，大笔的这个去做那些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就是你知道？好，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但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中美没有这么勾在一块的时候，在这种大气氛变化的情况下，大家能不能回到自己？回到初衷，或者回到良心，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海外华人的心态，就跟海外的古巴人、海外的越南人一样的正常心态。有没有可能？这是我的问题。问问咱们观众朋友。对啊，大家觉得呢？有没有可能？我对这个像石山这么伤心吗？石山是比较悲观。对，我是比较悲观。对，那方伟，你觉得能不能？我觉得很能啊。你觉得很能？我一直在推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说话也是算不算吹牛啊？我们10年之后才看。咱问我们的观众啊。那刚才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在我们的眼前在看到一个很有可能是一个朝代的更迭。这个朝代的更迭有外力，但是更重要的要靠他自己的人民。那么同样的这件事情，那轮到今天的在海外的华人的这部分，你认为我们的小编你可以发一个民调，那就是海外华人能不能凝聚起来，站出来，真正的去让美国人看到，美国社会看到，哦，原来中国在海外的或者是中国人能够分清楚中共和这个之间的关系，有这一批的力量能够说不好听话，不会支持中共，而去呢支持这个国家将来建设一个比较正常的、比较自由的、比较民主民权的这样一个国家。你知道美国的以色列人啊，美国的以色列人左边可以支持以色列，右边建设美国。影响力非常之大，
热心公益啊，熟知美国的政治、经济、娱乐，这个媒体都熟悉。我觉得华人呢跟以色列人呢，我觉得跟犹太人有相似的地方。啊，非常热爱学习，非常勤奋啊，非常注重家庭观念，有传统的这个价值。他就是因为这个在历史上啊，各个政治势力说亲台的，对不对？亲中共的，亲中的，如何，都是真的四分五裂。我的意思是说呢，我给大家提一个我的一个呼吁哈，大家把那些影响全部消掉。我们不是亲这个亲那个的，美国华人自己成为一体。我们走过了共产主义的中国。我们又见到了自由民主的美国，还见到了美国可能出问题的这些动荡的时候，看清了正确跟错误哈，真正的价值在什么地方，美国价值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凝聚在一起，就像刚才那个美容医生一样，我们来他个几百个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很不一样了。但是确实啊，你不能说我把自己的这个小家搞好了，我就不管别的了。以前是可以这样子。当经历了过去美国的动荡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不是这样啊，美国也会沦陷的。对，现在其实，海外的华人，如果你不站出来发声的话，那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不站出来会出现，我们要想海外的华人要想到，你今天在美国的，你今天你就是还是利己主义，你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你想没想过美国会怎么看这个群体？那么如果你除非你要将来你就想。过一段时间你就回到中国去了，那你的孩子呢？你的子子孙孙，你要不要留在美国？还是说你想让他们回到中国大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到了很有意思的了。你不想做的话，你影响的不仅是第一辈，它不是第一辈的 generation， 你可能是第2代、第3代都会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动的话，在美国的社会当中给留下一个非常糟糕的印象。其实我想说一个，我觉得。咱们都知道美国有个排华法案，排华法案当时就是在旧金山，那当时呢从福建过来一批中国的劳工，对吧？劳工人，然后呢为什么有这个排华法案？很多人都说美国排华法案为什么会有这个排华法案？很多人没有在后边去想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当时美国人有个笑话说，中国人不死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时他们来的福建的员工，中国人有个传统的观念，广东人啊，叫做落叶归根，死了都要把这个遗体都运回到中国去。所以呢，就他不在这边举办葬礼。在美国，当时的美国人说：“哎，这不死人。” 这是一个哈。那第二个呢？当时修铁路嘛，人们什么德国的、意大利、爱尔兰的这些工人，人家罢工，人家要争取福利，人家那些工人来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人家要在这安家落户，人要落叶生根，人家不是要落叶归根，人家落叶要生根。然后人家罢工，结果这帮华裔的工人，他们就去接活儿。也不休息，24小时给你干，赚的钱全部运回到中国大陆，就是他们就是不吃不喝的赚钱都是，所以人家为什么去排斥你？他是有原因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些背后的这些东西，人家觉得你根本就不是来建设这个国家的，你到我们这来就是开油的，像个老鼠似的，这么搬那么搬。好了，那么多年，100年前你排斥华工排华法案，今天这搬的更厉害，那个时候搬的是美元，现在搬的是什么呀？高科技。还搬这个叫什么恐怖性的农业武器进来哈，你还往里头搬？我觉得这一个星期，你说起中国人是怎么样的回事哈？我觉得很多人就想到这个密西根大学那三个学生干的这个事儿，对不对？而且正常的同时哈，我觉得正常的华人，美籍华人他不讲话，因为什么？他没习惯。对不对？把自己生活搞好就行了。那么大家记得声音就是那密西根大学，起码这个星期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或者加上哈佛大学的那个讲话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美国人对我们是有疑虑的。当然，虽然人家不讲卢比奥在说中国跟中共分开，那是精英层的少数的声音。我从来不认为那是全体美国人的声音。对，美国人想起来就是密西根大学那帮中国人在搞什么名堂。对，而真正的中国人不讲话。这就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没错。所以当然了，别说我觉得美国华人要凝聚起来，首先要让自己要摆脱嫌疑之地。你要讲正常的话，该讲的话。对中共的态度，对密西根大学这种3个老鼠屎哈，这一锅粥得去说话呀。我们是清白的。所以呢，反正这个事儿，我刚才看到大家这个谈到这个事情呢，我想多说几句哈。所有我们包括伊朗，包括伊拉克啊，甚至越南、古巴，甚至是这个老挝这些地方啊，大部分呢都是有他们原来流亡的时候他们的
贵族家庭都一起跑出来的，包括你像那个巴列维，还有原来南越的很多将军呢，就是也都跑出来。南越的将军，像什么老挝这种，原来都是将军，跟 CIA 一起并肩打仗的那一批人，后来就是当了这个将军以后就跑出来，还没死，还在美国。包括古巴，原来这个在古巴的资本家，这个大户跑了很多，跑到美国来的。就是说，他跑出来的流亡社区，他还保存了原来的这个社会的支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中国人跑出来以后呢，尤其是最近这个大陆开放以后出来的中国人，是完全是一盘散沙。就最开始还有包括王炳章他们呢这一批民运的这一批人，他们还有一个体系要做什么事情，还有理想主义，但是到了后来确实是这个会散得很厉害。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再看原东欧的这个难民、政治难民，包括前苏联的难民，他们在欧洲、在美国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中国人在西方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他们出来那一批知识分子，真的是世界级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出来，中国就出来这几个不多嘛，像方励之这种的很少，就是8964出来。当时从苏联跑出来一大批，真的是世界级的一批，真的是那批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确实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流亡世界、流亡的社区，而且非常受尊重的一个社区。但是这个社区我必须讲，他们本身的道德水准要比现在的中国人要高。这中国人现在确实有自己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学谦，你这么说的话，我脑子里反倒勾勒出来一个，你要这么讲的话，海外有这么一批中国人。九评共产党是不是划世纪的这么一本书？那你2004年现在，那多少美国人当时都给他们送过去了？那你不懂，你不接受，那是你的问题。早就别说人家不讲，人家早就预言过了这件事情了，讲得清清楚楚，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儿。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没有《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也就不会有现在 Rubio 他们这批人说，对吧？共产党不等于中国，这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他就没有这个讲法。所以现在这个讲法，我认为就是20多年前那本书就已经做了铺垫了，是吧？所以现在包括那本书，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别的这个一些动作啊，出了书，但是为什么影响不大？有一个最重要原因跟语言有关。中国人的语言呢，没有俄罗斯人好。俄罗斯人出来几年，法语啊、英语就呱呱叫了。是中国人这没那么好，就写不你中文世界影响很大，但你在英文世界里面，在英语世界，在主流世界里面，它那个东西就不出来。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美中的这个关系。因为在2017年、18年以前。美国和中国，它就是一个战略合作的关系。对。所以我们现在刚刚分开，也就是从18年到现在，也就是这个6、7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有识之士或者是有心之士啊，这个已经是时机已经到了。对，我做过一点研究哈，我说一个 angle， 就是说中国人能做什么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犹太人在很久以前他就意识到，美国这个社会，你必须给公众做出贡献，没错，这个社会才会尊重你，而且尊重你的速度非常之快，没错。所以他拿出钱来赚了钱出来做公益啊，那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文化跟传统。犹太人其实只有600万人，在美国的影响力，我看等于是有美国的，我觉得1/8到1/10的影响力，他只有600万人呢。你想，现在华人在美国，我估计啊，合法的、非法的全加起，我觉得500万，已经差不多也是600万，有可能，很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华人，你说跟华人说做公益，华人会说啊。他会这么想法，对不对？多数人嘛，不是所有人哈。就是说这都是一种，我觉得我们媒体要做一个大众沟通的事情。对，你要让人家对你有好感，你怎么做？你得先给予，对不对？你关心美国社会，美国社会就会承认你，就会关心你，就从这一点点做起，你就会有你的这个得到的尊重和影响力。然后呢，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路，我觉得其实是系统的。我们积累在中文圈，好像叫做什么中文圈、简中圈也好，中文圈也好，我们积累了很多很好的思想。最后把它英文化。我倒是有建议，你能不能
帮忙把，其实他们有很多这一些先行者啊，在美国的华人、中国人，他们写了很多好东西，文章也好，书也好。但是你们能够，就是大家能想办法把它们变成英文的，然后在美国世界里面能够出版，起码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想了解中国人呢，他不单单是从 CCTV 或者人民日报去了解，他可以在美国发现一批这个跟英文有关的，这跟中国有关的英文书籍。是这个需要有人做的。对，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共的宣传部门在做这个事，他们就是大家在争嘛。谁代表中国？谁代表这个文化？谁代表这种文明几千年的？是他们现在就出来争，是他要代表。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不能代表的，是吧？仁义礼智信啊，忠孝这个礼智信这些东西，共产党是一样都站不住，他凭什么代表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但是这就是另外一场战争，我们看不见的。但这个战争现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目前。好吧，我很想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共鸣感哈。哎呀，我们的观众现在有136票哈，在这拜托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点个赞，好不好？现在呢1000多人，但点赞呢只有200-300是吧？20才不对，166。是吧？请大家给我们点个赞，然后呢，感谢刚才有一位观众给我们赞助了，这位是叫做 WVC1166，给我们赞助了9块9毛9哈，非常感谢您的这种赞助就是一种表态，就是一种支持，总要有一批人站出来发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和我们一起呢去讲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过去在美国，你记不记得那个你们东部的那个女生那个上福克斯的那位？那不也都在讲文革？西湾 Fleet， 对，那位女士，Fleet 女士哈，那她不也都站出来？越来越多的这些华人已经是站出来，在影响着，包括那个唐丽丽啊，她去参加这个议员的选举，跟那个前国务卿那个太太，他俩同台这个演讲嘛，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华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也成熟了。我觉得第一代华人呢，尽量的主流化哈，尽量的跟这个中共这个拉开距离，保持一个清晰的态度。我们可能做不了国务卿，对，我们的儿子就可能是啊，这就是卢比奥的故事，对不对？卢比奥他自己是在美国生的呀，他没有在古巴生活过，可是他爷爷跟他讲清楚了共产主义古巴是什么回事儿，他不用在那出生生活，他现在就是美国国务卿啊，就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政策，包括对古巴的政策。对，现在是到中国人也面临着这历史时刻了。如果说当年的二战的时候，日本人也是这样去掰回来整个美国世界对他们这个族裔的这个看法，一个人的动作导致了12万日本裔的人被关起来。那么紧接着呢，就是他们的这些几千名的士兵出去参军，在夏威夷组成了442军团嘛，对，442团步兵团，打了一年，也就1年半不到2年呢，他们是300%多的死亡率，他们真的是叫做万岁冲锋，就是不怕死啊，就是万岁冲锋。那人家呢是得的勋章最多，他们18000多的勋章，每一个战士，那么死人最多，勋章最多，立功最多。那最后人家是马上就是把他们这12万的日本人全都给释放出来了。那你再看二战的时候，德国裔当时在二战美国也有个大概500-600万人了。那德国裔就没被美国社会怀疑啊，那跟德国打仗哎，人家就没有把德国裔人都给弄起来呀。然后你必须承认，这个里面还是有这个种族的问题，还是有文化的问题，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讲，他去理解一个东方文化相对困难，他理解一个德国文化呢相对容易，因为当时有很多在美国的德裔的人响应希特勒的号召回德国去参军的，是真有很多的。我看那个 Band of Brothers，那个第1集还是第2集，对，就有一个那个人2个人是城市一块长大的，不是一块长大就隔几个街区，结果他说你怎么跑到德国来？他说对我爸爸妈妈响应这个领袖的号召，把我们带回来了。这个他也发生了，也有。但是他的2个军队的司令也是德裔的美国人呐，所以这就那个二战的时候已经发生了，跟他自己的母国和你自己的这种所在国已经发生战争的这种情况之下，德裔的人怎么选择的？日本裔的美国人怎么选择的？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海外华人了，到不到这个时刻？是因为哈，我同意石山说，因为语言的障碍，所以华人也好，当年的日本人也好，要多做一些，对，对不对？没错，不是说不能做，要多做一些而已。没错。所以特别是我觉得反映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美国华人非常非常的珍贵。为什么？因为我们享受自由啊，一个享受自由的人上可以这个找总统说话，这个美容医生就跟川普在费城，他专门跑去费城跟川普当面讲的话。他在媒体上还说，川普怎么回答他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在美国哈，你做什么都不会你被抓起来，面临什么风险，无非就是拿出精力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珍惜这个自由。呀，对。有什么建议吗？有什么建议吗？建议就是先支持公益这个开始啊，从支持这个节目开始，我就不客气了哈。你上次让大家写那11封信是十几封信，有没有再跟大家讲一下？对，好，谢谢。这个11封信这个计划呢，就是明天开始哈。现在就改成12封信了，为什么呢？我把副总统再加进来。副总统也是我们选的，不是吗？对，全部加在一起哈，就是市议员、市长、县议员、县长、州议员、州长，这个联邦议员和这个总统、副总统，总共12个人，12封信。我们呢，就是碰到这种重大的事件，涉及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涉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正确的政策，我们要表态。就做这件事情，因为民众的表态就是民选官员感受他的选民的态度。对，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所以我是觉得呢，我觉得要学习犹太人的就是热心公益的这么个精神，因为这就是你的国家，最起码肯定是你小孩的国家。你小孩除了这个国家不知道别的国家，要不要让这叫做把这个国家对吧保住了嘛，就这意思哈。所以呢，另外呢，就是我是觉得我真不跟大家客气哈，因为包括我们在座的我这几位，我们本来有很好的别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career 对不对？可以赚很多钱，我们不做，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做大众传播。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把它捋顺了，捋正了，对吧？而且我觉得是很容易的，大家见过自由，也见过这个叫做什么共产国家的一个生活，对。所以呢，就是请大家支持这个节目，然后呢，也关心公益，关心国家，包括中国。好，下面我们讲讲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要增加一个东西，我们换话题，我们要不换话题了？要换话题了。对呀，你那红二代的那个，对吧？对，讲了。我插个东西哈，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东西，这个叫做，这是我们的这个赞助厂商的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哈。来给我这个镜头，讲什么呢？就比如说你们，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哈，熬夜啊，这个很辛苦啊。一般人怎么办呢？那最后就是喝咖啡，对不对？对。或者吃糖啊，吃甜食，肚子就长起来，撑住精神，长肚子，然后有时候神经会衰弱。没错啊，那这个东西就非常好。保养非常好，有实际的例子，我就不一个个讲了哈。这个东西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做的，它叫做 Genex， 对 Genex， 对，就是西洋参，它是用高滋的方法，什么意思呢？这个打开里头就是一个滴管，就是你知道吧，一滴就好了，然后喝口水就完了。这边呢是一个勺，舀一勺就吃下来，一个小勺哈，就是等于6根那个西洋参根。就是很补，而且又很良性又很温和，西洋参嘛，就是很良性很温和的，所以呢就不会像那个东北的人参吃了流鼻血，对，这个比较燥，对，那就绝对不会哈。所以这方面呢就是非常好用哈。很多人就是有的人就是大概吃了1个星期，那个就是失眠呐，这个就是体弱呀，或者说很焦躁啊，这个情形就没有了，老少咸宜啊。所以呢，这个推荐给大家啊。然后好像它是整个制作过程呢也完全是就说就是全是天然的做法。然后呢，它是受到加拿大的卫生部，就加拿大的那个 FDA 的认证。加拿大 FDA 认证它是认证功能的，功效的。它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的营养品就简简单单的就好，它这个还不是。所以呢，它确实对于这个叫做降血糖啊，这个恢复免疫力这方面很有好处。其实我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去他们种这个西洋参的地方去看。我是喜欢这种东西。石山是一个喜欢现场的这个操作的人哈。对，好，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呢，你要去订的话，下面就有哈，在下面可以订，输入一个优惠码叫 FW 哈 ，FW 就是方位 FW 就可以享受85折啊。然后今天完了之后，我就让石山尝一尝。好，这个 Genex 啊，
黑高资叫黑高资。好，我们这些呢，其实也是一种支持。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一个粉丝经济圈，同温层或者是三观一致的，我们彼此呢互相支持。那第二个话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其实中国现在政局到底怎么回事？每天呢都在看。那石山呢，作为一个老人，他说，这件事情要值得观察一下。陈云120周年还得要去纪念纪念。然后呢，居然把很多现在敏感人物都聚集到一起了，跟我们来讲讲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是6月12号吧，应该是陈云的诞辰的一个纪念日。然后出来了很多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说，我们这个看中国的，你可以观察这个出来的人以及他们讲话，甚至有人都看他们的表情如何，这个体态如何这个就都在分析。结果出来，基本上这个所谓的中共8老治国里面8老的家族里面人都出来了，包括陈云的家族、邓小平的家族、王震的甚至像李铁映这种，就是邓小平前妻的小孩这种，全都出来了，就是很前面的这些政治局的人都出来了。那当然，习近平代表还讲话了，这个还政治局常委几个人全都出来了，然后温家宝、胡锦涛他们两个出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你没看到江派的政治局和常委的那批人没出来。比如说哪些？有些我觉得有些观众朋友已经记不得了。你像什么曾庆红，曾庆红没出来，贾庆林，李长春，就是他们这边什么，就是他们那一批，就是江系的这一批的老人没出来但是还有像有人没出来，比如说这个李瑞环，朱镕基，这个还没去世的，他没出来。当然江本人已经走了，就是中间这一批人全都没出来，这个就有点意思了，你知道？所以这个呢，我自己的感觉有点像是红二代的一种表态，一种公开的一种宣誓。什么向谁宣誓呢？宣誓像官二代或者这个像江派的一个宣誓。这个事情如果了解中国的就是政治内情的，你大概知道，在北京的这一批红二代，我们说的红二代有严格的定义，有非严格的定义。严格的定义就是1950年的时候，这个副省部级以上，他的父亲或者是当然是像这种人，在1950年的时候，通常都是1935年1937年之前就加入中共的。这一批人就是在抗战之前就已经是在中共，所以他们叫红二代嘛，就是红色红军红的这一批人，到1950年可能是副部以上的这一批人，到了1955年第一次授衔的时候，军衔是少将以上的，就是军级以上的吧，就是正师副军以上的，都这一批人，他们都圈内的人会认可这一批人就是红二代，这一批人就红二代，这些人的这个二代，他们的子弟就红二代、红三代了，他们认了。比如如果我说我假设一个场景，我爹是什么这个是某某县的县长。或者怎么样，这根本就不算。比如说李克强，没有人认定他是红二代，他爹也是那个县里面的是一个县委书记嘛，对，我记得是。所以这种根本就不算红二代。这个呢，在就是这个是比较严格了严格的这个定义，他们在那个圈子里面，他们会去自己这样认定。如果不在那个圈子里面呢，当然你如果是这个老革命或者是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或者你不管你什么官位如何这个一般老百姓都认为你这个是个红二代，反称红二代。对，官二代又不同。什么叫官二代？官二代是邓小平，就是江泽民之后有一批这个有能力的，或者是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吧，从下面升起来的平民子弟，他们的孩子，就包括技术官僚。对，这一帮技术官僚，你像这个江泽民是
最有代表性了，他的儿子是吧？啊，你朱镕基算吗？对呀，朱镕基啊，包括这个像什么贾庆林他们家的这个亲戚啊，还有比如说张高丽啊，包括什么李长春呐，这后面的这一批人，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了，还有一些当然一大批人，这一批人他们的子弟。一般在我们现在就讲这一批人是官二代，为什么这个红二代对官二代特别看不起？因为江山是老子的，我们打下来的，你们的爸爸上来是帮我们代管一下的，对吧？这管一下，这没想到你们发财啊，你们可发的厉害。红二代和官二代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是，红二代也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是红二代通常是一些国有企业的，他掌握的是国有企业。你往下讲之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讲清这件事情？说陈云对于这个奠定红二代的身份的这个节点，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对它起的作用。因为邓上来以后呢，他是提拔了大量这个下面的人，他认为应该是从这个接班人啊，要怎么样要找陈云，他会认为任人唯贤吗？那个时候他没有啊，所以他提拔的就很多，包括像王兆国这样，他直接从东风汽车，他觉得这个人很棒，直接提到中央办公厅去了。他这个你家里面没有任何背景的，直接提上去。所以这就在这个意义上是算任人唯贤吧，对不对？对，就是这个是邓的看法。但是到了陈云那儿呢，他就是这个一直认为这个江山还是要交给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这一批要交给我们红二代的这个后面的这一批人啊，这一批人当然，其实他不可能交给康生的孩子，不可能交给他的政敌的孩子，实际上是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最后胜利的这一批人的孩子。那么说穿了，就是中共的那个中顾委的那一批人，尤其是在文革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政治局或者政治局之下已经进了中委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孩子，那我们当时说八老治国，这个我们说的薄一波啊、彭真啊，这宋任穷啊、宋平啊，什么这习仲勋习仲勋没错，当然还有这个陈云呢，像他们这些人，所以陈云这个说法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对不对？对，形成一个共识。所以，但是他也有说法，因为有些家族啊，很多人都去当官，因为这个80年代嘛，80年代出路就是说做生意和当官，这个中间就是还没有转过来哈，还没有转过来，所以很多家族，你包括薄一波他们家，他那个薄熙来他们兄弟3人都去当官了，但是最后他们说这个太多了，每一个家族重点培养一个人，就有这个说法，就等于是给你一个名额，没错，有每个家族有一个名额，其实有点像那个成吉思汗的叫什么来着，长子军是吧？对，反正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嫡长子还是幼子，反正就要选一个，就一个，对，就选一个。所以你看，很多家族都是这样的。很多家族最后就是选一个，就是这个人会不停的去做升官，但是他并不是说你做了就一定能升，有一些人就没升上去，像陈小鲁也没升上去啊，陈浩苏也没升上去啊，这个像这个，你还是要有一点本事，你最后才能最后上去，所以他们那个，但是他这个政策在这个中共内部是取得了高度共鸣的，就是他们那个圈子里面是高度共鸣的这一批人，对，但是他的区别啊，我在讲这一批孩子在获得了这个就是这个权力之后啊，这种影响力之后，他们和后来的官二代就完全这个做法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怎么讲？他们是就算不当官，他们是掌握了一些国有企业。就是某一个系统，不管是李鹏也好，这个电力系统也好，是石油系统也好，是什么不同的，像军工，像王震他们家做的这个几个孩子，从这个北方公司啊，从这个叫做就到最后到了中信，这个整个这个，
像李鹏的女儿李小玲也是这一类的，对不对？对对对，他们是在国有企业。那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你可以你在位的时候，你可以控制大量的资源，你非常厉害。但是，一旦你不在位了，这个东西就换人了，是国家的，是政府的，跟你没关系。对，所以到了官二代，他们的做法就不一样。官二代的就是他通过很美国式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资本运作，然后把这个钱真正的变成了自己口袋里面，自己拥有的。对。对，这是山东鲁能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我通过权力把一个国有企业卖给你，最开始是从山西一个煤矿卖给你，我估价几十万，结果你拿去，你买了啊，就说还没给钱啊，你拿去银行一估值，哦，原来好几亿，然后银行贷给你，然后你就把这个买下来了嘛。然后等你再拿这个再去买鲁能。一估值，那鲁能这给你估值这个几千万，他一估值估了70几亿，是吧？然后他再贷20-30亿，把这个钱又给付了。所以他那个就是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一转手，这个钱是真的变成自己口袋里面了。所以红二代不高兴，你看你们这完全就是掏空我们的江山，整个这个江山给你掏空。所以这个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的反腐，大量的反腐，其实这个核心的冲突就是红二代和官二代。核心的冲突就是这个两。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会谈啊，这个习派跟江派斗啊，如何。其实它的核心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官二代他是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或者凭他自己的本事做这个资产转移啊，这个资本运作，他要凭借他们父亲的这个官职这个权力来做后面这个事情的，所以大量的这一批人就是跟他们有关的这一批官。全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太子党都支持习近平，是吧？没错，等于他是他的，你是我们的代言人，有点那个意思哈。实际上背后都是在支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在说习近平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很多人都是这么说，包括左派，中共内部的原教旨的那一批左派，为什么后来全面转过来支持习近平？因为他做的就是这个薄熙来当初想做的事情，就是唱红，习近平也唱红，江山拿回到我们太子党手里，然后打黑，其实并不是黑，而是这个私有企业和这个所谓官二代的各种资产要把你干掉，要把它全部给拿回来。这习近平干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他是受这个红二代的这个全体的支持。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每年。红二代里面有很多个派系啊，你比如说四野的有他自己的派系是吧？这个原来华东的地下党的他也有自己的派系，但是基本上呢，最厉害的就是延安派，这个去了延安的这一批人，所以每一年这个延和子女他们是个俱乐部啊，他们是 NGO 啊，都要开会，表达对习近平的支持。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以前陕北红军那一批人吗？对，原来在延安的这一批人，延安这一批只是一批做，但是很有意思啊，做到我印象中是16年、17年就不做了。这个因为这个习近平已经到了上面已经。因为他们说是红二代、官二代，其实他们中间是千丝万缕的挂在一起的，是对吧？你砍了这个，就等于砍了那个，到最后等于是已经砍了他们的问题了。你比如说吴晓辉，你砍了吴晓辉，你对邓家是不是就有影响呢？你肯定有影响。邓小平的孙女婿啊，对啊，你对那个陈小鲁心脏病一发，这陈毅的儿子，小儿子，那这个他这中间有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你不是说那么容易就砍掉的。所以到了16年、17年，这个延和儿女就不再开了，不再。我估计可能年龄也到了，因为这批人也大部分你在延安出生的这一批人。这已经年龄很大的现在已经80多快90了吧。所以前几天他们一起去拜陈云的120年，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说明，我认为它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态，就是说我们还是在一起的，我们要出来，因为现在在中共
里面要搞这个诞辰纪念的，连毛泽东的诞辰纪念这些都凝聚不了人了，对，都很难凝聚。是邓小平和陈云现在主要是这几个能够凝聚。当然，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基本上就是双头嘛，邓小平、陈云，邓小平稍微倾向改革和开放一点，平民主义一点。陈云呢比较计划经济这个所以他著名的什么鸟笼经济什么，然后比较倾向于这个保护自己人权贵，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党内斗争不再杀人。这是陈云提出来的。OK， 陈云这个人呢，其实他不是个坏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真的是一个老的理想主义者。他也不搞特权，也不搞什么东西他讲什么？他不是要讲实话，实事求是。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不为上不为书什么之类的，只为实这是他提的。然后他提这个党内斗争，这个不搞这个不杀人。不过我看陈云的故事我刚才咱们要说这个话题嘛，我稍微看了一下，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呢？就他勤勤恳恳的认他的那一套，但是那一套本身是错的，就整个的计划经济，对不对？这就把这个一个自由的经济扭曲成一个所谓的计划经济，最后中国的经济就会计划死了。所以呢，这种有的时候就是他好心就是很执拗、很执着，那一路坏事他反而可以做得很远。我的看法，这个在世界上都有这个说法。真正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是理想主义和好心的人。如果是他是很自私的人，我给你看上去我就天天要赚便宜的人，我也骗不了人，我也做不了大坏事。你包括希特勒也好，包括斯大林也好，包括毛泽东也好，他真的杀这么多人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这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建立一个很美好的，他有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在上头，克服一切困难。毛泽东有美好的东西吗？我看到的就是保住自己权利，他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毛泽东，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哪个角度也没看他对中国干出什么好事来。他不喜欢官僚体系。对，他不喜欢官僚体系。当然这个要谈呢，要比较就是说要可能谈得更深所以在习近平刚上台之初，你像这次刘源也去了嘛，去了。刘源就是刘少奇的刘少奇的儿子。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那个时候是上将是武警政委。我以为都被打倒关起来了。没有，我说就是习近平在上台的时候，对，刚刚要上台的时候，像刘源刘亚洲那这个更不用说其他的这些太子党的一批人，就支持习近平是非常认真的支持的。他们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赵木生写了一本书，叫做《回到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刘源带了一批解放军的将军去帮他开这个新书发布会还给他写这个东西。那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50年代，就是那它指的是什么呢？政治清廉，指的是这50年代有什么好呢？指的是元老政治，就是大家这个，因为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讲，黄金时期就是50年代大家。那肯定有政治清廉的因素在，对不对？对，有政治清廉的因素，有比较简朴，有这个互相之间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血腥斗成那个样子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其实当然不是，其实斗得也很惨的。高岗不是就自杀了，有50年代，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自己觉得想象的，像这个就是有点像幸存者这个误差的这个感觉，你的。中共的元老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他们的后代在哪儿？你没有去照顾他们了。张国焘的后代在哪儿？陈独秀的后代在哪儿？是吧？这一批人，包括博古包括这一批就是早期的这一批人，他们的人在哪儿？你有照顾吗？你没有。就是你们是在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幸存的这一批人，在50年代，就是刚刚建国以后一个。相对安定的这么10年是他们的黄金时期，所以他们这一批孩子刚好是这个时间长大，那开心得很。对，这倒是可以理解。对，所以他们觉得那个是最好的时期。张木生写了一篇这个书，这个东西，所以
有一长段的时间，习近平希望往这个方向去，往这个方向去。但是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啊，或者是中国社会的整个感觉，跟50年代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可能回去。对这个互相斗争背后的裂痕，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就是埋下的恩怨呢，已经是很厉害了。你觉得这帮人呢聚在那儿，看到习近平来，他们对他什么感觉？那小子又来了。没有好感，是不是？你小子跟2013年不一样了，就没办法啊！你现在，我们必须支持你，我们这个江山才能稳啊！但你这小子这演的太差了。其实习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在这个地位是不高的，你知道，地位是不高的。OK， 现在观众你在问了哈，什么是泡泡玛特？不吧，我直接来泡泡玛特，这个就有没有人刚才说出来？这叫什么拉布布是吧？让我们的石山拿这个泡泡玛特怎么样？可爱不可爱？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呀？有，我们下面有，它就有一个。对，这样我们能不能很快乱一个民调？我真的很好奇啊！我的观众跟这个事情离得有多远？我们要讲一个很热的东西，可是呢，对很多观众来说很冷不是起码对我来说很冷。我们做个谁知道这个泡泡玛特什么东西啊？对，今天知道我不知道。今天高杰说我们要这个一定要谈一下这个泡泡玛特，说这个很热，但对我来讲真的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连这个名字我都没有留意到。我只是，你知道，有一个观众说了哈，爱编织的达达妈咪说家里好多。你家孩子多大了？还是你自己买着玩啊？是你们家几个小孩要买这个？他说孩子们都喜欢，孩子们都喜欢，为什么呢？是因为有漫画吗？你给他讲故事吗？他们从什么渠道去知道这个东西，然后那么喜欢呢？来把您的答案呢打到我们的下面，因为最近呢这个简直火的呀，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像薄荷颜色的绿色的吧，这么一个它啊，然后呢直接卖到了100多万人民币，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10几万美元啊！就它，这个，哎呦我的天哪！就一个玩具啊！对呀，100多万人民币，买个玩具，就这么个东西。所以呢，这一下就火爆了，大家都在问什么叫拉露露，这不懂。不是，首先你要给我定义一下，为什么叫泡泡玛特？什么叫拉露露？对，这个是怎么个区分呢？就是造出这个所谓的叫知识产权的那个公司，叫做 Pop Mart。Pop 就是 popular 前3个字母嘛 ，Mart 就是市场 ，Walmart 就是这个潮流市场的意思。这个的设计师是来自于香港的一个比利时的设计师。2018年也19年把这个专利呢给了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本身他自己有他的文化这样的一个潮玩这样一个公司，他自己有很多的玩具都是从漫画呀或等其他的系列当中弄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啊，也算是文化创意。对。然后呢，从2019年开始经营这个东西，刚开始没有那么火。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叫什么 Lisa， 她是来自于泰国的这么一位女的，一边跳一边也是这种潮流文化。这个人很厉害，这个网红，他呢在 Spotify 大家知道啊，那都是在美国就是叫什么串流音乐当中的最大的平台。他是10几亿这种代言的，他在 IG 啊，就是 Instagram 上面 No.7。这是在全球当中亚裔的这种潮流的影星也好，这个年轻的这种号召力的这种流行人物了哈，那是第1名啊，No.1，对，全球第7，亚裔第1，就很是应该可以理解啊。这个数字给我们一下，我们这缺乏想象力啊。他的粉丝或者是这个 follower 是大概多少？10几个亿还是说？10几个亿。对，他现在到石山，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差人家几万倍而已。他有一天呢，我还在算呢。对，他有一天在他的社群当中就PO出来，就他拴在包上啊，挂在哪儿上啊，弄了好多个这个东西，一下子就火爆了。然后呢，就把他之前限量版，就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那已经绝版了，就那么一个，就直接卖到100多万人民币。What？ 哎呀，然后呢，除了那一款之外，还有很多啊，各种各样的时代的，都是几十万、40、50万人民币啊，20多万人民币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人嘛，就在我们的纽约法拉盛，居然有一家店，老板也是倒腾这些毛茸茸的玩具在那卖，哎，就有几个这个东西放在角落里
里边，一帮年轻人看到了，说这个是绝版的。是华人年轻人还是华人呢？然后呢，就是跟这个老板说我要加价买，你不加价，老板还没当回事儿，一加价，老板多聪明啊！他说我不卖，回头一查，原来引发警惕了是吧？对，然后一查这个东西很贵的，他已经扔在角落里头了，他都不知道。现在呢，就这个东西火到了，就是大家你知道吗？连海外的人，不光是中国大陆，连海外的那些老美呀、英国呀，都火爆的不得了。这个被称作是中国现代的一个文化现象当中走出中国的其中的一个代表。OK， 那个它这里边还有些营销的一些措施也特别有意思。我加一句哈，那个 Sager W 说，大陆很多年轻人贷款抽泡泡玛特的盲盒。对，贷款，对他呢，这个很有意思，他就是盲盒嘛。这是不是抽到了可以卖更多钱呢？抽到好的，那你想转卖的话，当然了啊，你想转卖当然可以了。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营销的手法，哎，他盲盒，你想买，比如说今年最流行的就是粉色的。这个拉布布那个粉色，大家都想买那个粉色的，但是你买来的那个随机给你的，你不一定能买得到。就是说你不能说我要粉色的啊，不是，它不是那种办法。盲盒嘛，就是大家猜着买，有点像，你说是饥饿营销，有点像赌，带着很多的那种，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大陆玩的呀，就是特别有意思。你买菜也有开盲盒，你也不知道你买的是个啥，反正我买了今天开盲盒，有的那个菜就特别的好，哎，大家就带着一种游戏的这种心态。那么他呢，采取这种方式，以前在日本也是有这种促销的方式，叫开盲盒。我就看到海外一个老美年轻的女孩子，我开一个不是她要的那个 pink 的，她气的就把这个头也揪了啊，气的这个样子。再开一个又不是啊，都要疯了，我就要 pink 的，就是到这种程度。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要再开着盲盒的话，哎呦。大家就觉得你太 lucky 了，你这运气太好了。就你开到盲盒，你想要那个粉色的或者我要开到的话，你们都没开到，我开到了，那我的粉丝都哇，你开到了，你开到了没开到是什么意思？是别的颜色的还是什么都没有？你开到了，就是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比如现在我就想要 pink 的，我开到了嘛。现在你要没有开到，他就生气。它可能有几十种颜色。然后，因为它限量版的粉色，比如它就限量版的，它有各种营销的方式。我是努力想理解高杰说的这一切。我也努力的去影响，有去学习。所以我刚才我问嘛，刚才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哈，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人知道，我看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你看66%的人都不知道，你们要去看一看。你要不知道的话，你跟现在的人年轻人00后的年轻人绝对是有代沟的了。人家都知道，你看我们在个美国，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节目，我们的工作里边的年轻人啪就给我拎出来一个，我说你在哪儿搞的？他说我们的朋友送的，把我也笑坏了。我说这简直太普及了。评论一下，我不要得罪谁啊？我觉得你看他下面的牙齿一堆牙齿凸出来，多难看呐！你看。就大家评一评，就我方伟就跟不上这潮流。它这有一个很长的把儿。这个据说是挂在这个包上，是吧？对呀，你算包上啊，都可以啊。或者是你的什么对呀，放在手机上啊。澄清一下，有位观众说你们在替他们做宣传吗？不是，我们才没有给他做宣传，我们挑的是个文化。我们只是理解不理解？我们不理解是吧？其实人家年轻人开导我们，你们那个年代难道就没有这样的潮流文化吗？你们那时候就不囤点啥吗？那你那个年代不囤点啥吗？对，从石山说起，石山对呀，你那个年代囤点啥不？我这已经100多岁了，我100多年前那个年代囤什么呀？囤烟盒。哎，叫做胭脂牌，对，就是那个就是纸包装的烟盒，对，然后把它拆成然后把它叠成一个三角块，是，然后来赌啊，然后那个抓赌哈，囤什么？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那年集邮，囤邮票啊，我还那个收集那个珠子啊，就打弹珠啊，玻璃珠，对，玻璃珠，对，那弄到一些漂亮的玻璃珠，那简直像宝贝一样，没错，对吧？然后你看 GoodTube 说什么玩意儿？你这么一个玩意儿要$100退呀？真的是这个样子呀。然后这个拍卖拍的最贵的是十几万美金呢啊，是不？你刚刚那个对呀，100将近114万吧，是104万的。就现在就疯狂的这个样，我们也在看。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行文化？你们知道吗？也就是所谓的粉丝经济也好，怎么样也好，就现在的年轻人他在想什么？然后那个 Maggie Lee 啊，他说他的那个年代囤 CD。
哦 CD 哦，是吗？囤 CD，这是什对，么概念？就是那个不同的 CD 唱片对不对唱片呐，那个。收集唱片嘛。你看，还有这麦克 Zoom 说，他说囤烟壳，什么叫烟壳？就是我说的那个啊，就烟，这是我的年代，你们是一个年代的。来，麦克，我们隔空握握手。还有谁？你们囤什么？你们觉得你们现在会不会囤这个东西啊？会不会囤这个？人家00后的孩子们在囤这个哟，所以这个就很好玩。你可不是买一个哟，一买一堆。然后呢，你看刚才那个说他家里头也是一堆。这个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对那篇文章的标题很感兴趣。他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茅台酒。就是有囤茅台的吗？当然有，我要给你讲茅台的故事吗？你知道中国红军经过遵义的时候，把茅台洗掠一空，大量的带走。当然，茅台因为它是高度的酒精的，他们可以用来当药物用，这第一。第二呢，也是可以喝，所以大量的茅台在谁那儿？在周恩来那个地方。是吗？对，然后当红军的时候就有茅台了哈。当然抢的啊。当然这个囤茅台的。再给你一个高斯曼妮娜，我知道这是个老观众哈。他说他说他囤毛主席香肠有200多个。真的，你真囤毛主席香肠啊？我建议不要囤这个，扔了比较好，它有负能量，我认为啊。然后这个妮娜说，我妈都63了都知道拉布布，那你妈妈很潮流哎，很棒。哎呦，我们这今天特意研究了一下，心态是年轻的，对吧？你看你囤什么？你囤毛主席香肠，我们也能理解了。那个年代嘛，领袖万岁，对吧？你那都囤吧，各种各样毛主席香肠。然后呢，你囤茅台也能理解，对不对？大家喝点酒。你囤那个烟盒，小孩子嘛，能玩什么？我跟你讲，囤茅台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还没讲完呢。结果那个周恩来啊，经常在后来就是国宴国宾的时候啊，就给别人这个拿茅台喝。你知道许世友是4方面军，他是没有经过遵义的，所以他这个到了延安以后就到处找，他是嗜酒如命啊，到处问别人要，我就要这个你们经过的时候我要那个当时的茅台，结果他要了几瓶，他就一直保存。在文革的时候，他是南京军区司令，有一次呢就把他叫出去开会，结果造反派部队里面造反派就冲到他那儿去了，冲到他那儿去以后，他就回去一看。被别人抄了，茅台没了。他回去以后也不看他的文件，也不看他的枪，第一时间冲到厕所里面，把水箱打开，然后坐地下放声大哭：“这帮狗娘养的把我茅台拿走了！”然后就喊着：“老子要他妈的打游击去了啊！”就这样讲。最后呢，这个事儿报上去了。就周恩来说：“算，我还有，我给你评论。”这个是这个部队里面传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当时囤茅台，你相当于你这个你别人好不容易囤到一个粉色的，你给他抢走了，那个是撕心裂肺一样的。太有意思了！爱编辑的达妈咪说：“我家小孩还囤宝可梦卡。”对，但是这也是我们也知道哈，很有意思。那现在呢，这个呢就冲上了这样一个热搜。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啊？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你们怎么看？我看有的人就分析，这个其实跟现在人的这种心理情绪有非常大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呢，有一种释放的。我在理解。对，你怎么能理解啊？大家，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理解？你觉得小孩子喜欢他，到底喜欢他什么？是他的故事，是能够解压？现在还不光是小孩儿，00后的年轻人都在买这个东西，但是大家就觉得可爱。你们真的这不是那种美的可爱？你看我们方伟就觉得不可爱。来，大家教育教育我们的方伟啊，这到底是个啥意思？的确呀，他就是你看闭着个眼睛一排牙齿，设计的理念呢是北欧的叫做树林里的一些奇怪的小精灵，然后这些小精灵呢很淘气不听话，然后呢就这么一个概念啊，然后他有一些漫画书，就把这个东西就给火起来了，而且人家是有专利的哟。就开始呢，全世界就这么卖。我很好奇啊，这个我们中国有很多省份是完全可以仿造的，你这个专利怎么弄的？刚才说了，刚才有人贴了义乌22块钱一个，22人民币，那还能是？所以我刚才看到的这个时候呢，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一个东西呢，你说流行一下也就 OK 了，但是这么一个东西能炒到100多万人民币，然后呢，用饥饿营销的各种各样的方法，这背后到你就是。我们知道，像上次你不讲吗？这一个社会有5%、5%，还有90%，其实
就是跟风的，对不对？那我当时我看到说这是什么饥饿营销？你知道那所有的世界名牌啊，那都是饥饿营销啊，它就是限量版的呀，对不对？然后呢能炒作呀，二手囤了之后你还有升值保值啊。那这些女生呢追求名牌包追求的都不得了了。那为什么？就是用它后边各种的商业市场的计算，各种人的心理方面的因素的计算。那你这个不也一样吗？现在这个公司就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这个 Pop Mart。因为这个你知道吗？公司已经3000多亿市值啊，直接往上冲啊！人家是赚的钵满瓢满，我们拿到了这个东西，这能解压吗？这给你们孩子解压吗？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奇怪啊，这能也捏不动，也没有什么，这 for what？对，我觉得就4个字啊，人云亦云呐。这是个是不是有一种这边小朋友那边小朋友都喜欢，他就认为要喜欢，而且还说能够变得更值钱。不就这些吗？你看麦克 Zoom 他说，其他玩具都是以美为美，而这个是独一无二的，以丑为美。以丑为美不光是这个了，以前那小孩的玩具还有把那个大便都做成玩具形状的，也都在到处卖啊。所以以丑为美早就有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只不还比那个还算好点，没整成那样的让人更加难过的那种形状。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和我们那个年代玩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啊！我们觉得你有用啊，很美啊，很漂亮，有价值啊。这个东西，那下面就有这个朋友说了，说像这样的一种公司的话，恐怕长久不了。那破碎江山说击鼓传花，然后呢，米娅 Wilson 说现在网络环境真是乌烟瘴气，都跟不上00后的这个时代。对，我有一次坐火车啊，从华盛顿 DC 到 New York City，然后前面呢就坐了，就是旁边啊坐了几家人，都是妈妈带着女儿，然后就叽叽喳喳的。我也没太留意，我在看书啊什么的。结果快到的时候，他们就碰到另外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也是妈妈带着女儿的，手上抱了一个芭比，那芭比娃娃。然后呢，这个看到以后，大家一下子就开始聊起来，我才明白，原来美国的芭比娃娃有芭比的 club。对，然后在纽约那是开年会，这小女孩就抱着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芭比娃娃呢，要去那个地方开这个会，这妈妈带他们去。我估计那个妈妈小时候也是喜欢，但她那个芭比娃娃确实挺漂亮，腿长长的是吧？她形象是很漂亮，那个是一个人类的审美的一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些呢，也有潮，为什么潮呢？潮就是潮水，就是潮水，来了就走了，来了就走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审美是有潮的，神丑也是有潮的。但是当然有的人不喜欢啊，说这个可能设计的太丑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啊，还是有空间的，还是有空间的。对，有不同的人认识到不同的东西。我给你讲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吧。中国人认为白就是美，但是这种东西在美国呢，容易引起问题，对不对？现在白色政治不正确，对，黑色政治正确。所以呢，就是这个美和丑的这个概念呢，有主观的因素在，所以有些小孩觉得很漂亮，你不能否定他跟这种东西建立了一个 personal 的 connection。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我是见过小孩抱着娃娃跟他讲话，讲1个小时的，我是见过，我真见过，我很好奇听他讲什么。你看我这人是个好奇的人。方伟，你得证明。他们说方伟的直播间已经被劫持了，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然后那个麦克 Zoom 说的高杰是不对，万斯正他说高杰你是不是收稿费了？果然厉害。我们是在谈一个热点的话题。这个事情主要是这样的，我自己一直认为啊，这个有创意的，搞文化创意的。可能是台湾搞得比较好，或者香港搞得很好，但是没想到是中国大陆一批年轻人做出来的，做了这个就是搞文化创意啊，而且是销售，他在销售方面和这个整个这个所谓潮流方面啊，能做的这么就是成功吧，不管它好还是不好的成功，这里面是有它的
有它的这个市场学和这个文化。这个流行文化学里面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大家应该想如果有兴趣的，当然可以。其实我们谈这个话题，我的动力哈，也就是说一个很流行的事儿。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了解一下。所以你不是被劫持的哈，也没有给他做广告哈。对，要想到这儿，有别人捐你一个粉色的，我就说谁要。其实啊，我就觉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都觉得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因为我们不玩。我从小，你虽然是女孩子，我也不喜欢玩娃娃哈。然后呢，我看了以后，我说，哎呦，这是个小精灵，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描述这个东西叫养拉布布，这个字养的这个词有点害怕，你知道吧？当时我就看到，天哪，你知道它毕竟是个什么精灵嘛？那精灵是个什么？就一下让我想起来香港小小鬼儿，你知道吗？我就会有那种感觉，然后砰砰砰砰砰，这个东西就火热到这种程度了。再一个呢，方伟讲到这个丑，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其实这只是你看到这个玩具的丑。其实现在很多意识流的那个作画啊，我都觉得很不理解。你别看，但是他会现代的这种艺术呢，都把它炒作的天价的一样的高。可是它真的美吗？你用什么时候的标准？现在你要觉得它不美的话，你会觉得你没艺术水平，你没有欣赏能力。所以大家都。你硬着去适应这个，但是我觉得他能说成那个样子，把这个不美的东西硬是说成美，或者说成一种你理解不了的美，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这个喇叭，他有这个话语权，他有这个专家的身份。我想现在美国有个叫做 conservative， 对不对？叫做保守派的一个兴起或者一个回归哈。什么叫 conservative？conservative 就是保留什么东西嘞？保留 tradition。所以这也包括 tradition 的价值 ，tradition 的审美观哈。所以我是觉得我对这些新潮的东西。就包括前几天以前流行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我忘了那个词了，一个小动画，那个头上长2个角的那个小动画，走到什么场景就怎么样的，什么 Pac-Man 2什么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印象 ？Anyway， 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呢，它都是背离保守的或者背离传统的。我个人是不喜欢。你们香港有个唱歌那叫林子祥是吧？那个林子祥对吧？我曾经在旧金山采访过他。我当时我就小心翼翼地问了他，我说林先生，你这是在歌坛上那个英雄豪杰都唱那种歌哈？我说你怎么看现在流行的这种歌曲？看不懂啦！哎呦，把我笑的。我说你不怕得罪他们？不懂的啦，他说看不懂的了，那叫歌吗？就是你说的很实实在在的，那个是那个年代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这种文化，它不管是画。歌曲、舞蹈，包括呢这种丑娃，它其实真的是一种这个时代的精神境界的一种反应。那么这种反应，你能看到，它也是那个时代人的一种代表吧？那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对，主要是给我们观众呢说一下，万一你的孩子。或者你周围的小朋友谈起这个，你完全不知道。你起码你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它是确实炒得比较厉害，炒得很厉害。但是我就是最近这10几20年，很多这种东西来来去去非常多。潮嘛。对，我记得那个什么电子鸡、电子狗的养的啊。也是我见过养死了以后在办公室里面嚎啕大哭，哭了一整天的，我见过。对，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吧？当然都是所谓的这个饥饿营销啊，那个名牌也是。对吧？就是限量版这样那样的，其实都是背后都是有设计的，对，有很深的心理学的一些陷阱在里面的。这是我看到的。其实现在呢，我们知道，现在经济什么物价通胀啊等等的，现在这些奢侈品牌的包的销售全都在下降，更多的一些潮人开始。它就溢价太厉害了，这个名牌的奢侈品牌。那么你现在这个呢？刚才这个有一个听众就讲，他说就在找接盘侠，找割韭菜，这是人家看到的。然后呢，下面也有人讲，他说你可还真别瞎黑这个东西。Mac Zoom 他说这玩具现在太火了，和爱马仕捆绑，爱马仕限量包包上面都捆一个。对。所以你看，他能找到我刚才讲到了亚洲最火的 Instagram 上的这样的一个年轻女星去。摆成这个玩具，咵，它整个公司市值都上去了。那这就是粉丝文化呀，粉丝喜欢那些人没脑子的就要去做呀。所以我必须能理解哈，对，这就能理解了。对，我必须这个讲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啊，如果能看到我们节目哈，他现在经常会去
香港自由行像自由行，现在都花钱花的少，反正没什么钱。我建议，如果你去的话呢，去很多这种小型的本地人的文化创意的这种商场。里面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啊，做很多这种小东西，有玻璃的、陶器的，有这种玩具的，有各种各样的做得非常好啊，甚至珠宝啊都是手工做的，他们就在里面卖的也不贵。那个东西呢，我觉得有一些是很好的，有一些可以去淘一淘，非常有意思。但这种呢，对我来讲，这个机器做出来的，当然我是不太理解了，我是不太理解这个。我们讲这么一个现象，其实呢，这里边能引申很多话题。那么能不能就这个话题呢，跟小孩子我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追求那个潮流到底是不是被人家设计的？可能像我们这种人，一定不愿意被别人设计，我们会非常理性的去看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可能就相对来说觉得，哎呦，有点难以理解。那我是觉得，就包括一些家长，我很愿意通过一些新闻事件跟孩子们讨论背后到底是什么，而不是盲目的跟风。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哈，不要去把它小看，人家所有的商人他是把所有的心理学等等的这些营销手段用上来之后，人家是赚到钱的，而吹捧起来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文化，又对自己身心没有意义，却把钱都给别人了。反正我们三个估计都不是那种人啊，赚我们的钱不太容易赚呢。这个我是自己曾经在香港，这受过冲击的。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啊，这个观念上的这个意思啊，但是有一个就是大陆来的朋友吧，他是这个一件衬衣12000人民币，真的 ，OK， 我就完全无法理解。我从美国来的，他说你这个是什么鞋什么牌子？我说我这个对不起没牌子，我说我这全身加起来可能也就60块钱啊，这美金啊。这真的是全部加起来，但是我不理解，他也不理解我，这个就是中间有文化的这个 gap， 这个认识的这个 gap， 这个东西在里面。当然，这个《道德经》里面讲啊，这个吃东西是为腹不为口，就是你吃东西是为了吃饱，为了营养，不是为了好吃啊。穿衣服呢是为了暖，不是为了好看。这个是当然是他回到本源的这个思维去啊。但是现在的这个商品时代，我们说这90%的人就是你供给他什么，你告诉他什么是美的，你告诉他每个人都说这个好美啊，你就觉得也美了，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便宜啊，1万块钱，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便宜了。所以这个是你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当然我不是说我正确了，这个我也有些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可能别人觉得不重要，对不对？甚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上的陷阱和这个情绪上的陷阱，你要认清自己，你才能做自己的主人，有自己的主见啊。对，尤其在这样的互联网的时代，不管是从新闻到文化现象到消费啊，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更加必须啊，就我们自己也好，包括孩子也好，通过这些现象的去分析，然后呢才能成长。否则的话，现在这个网络更加不容易分辨，太多了。那几个明星，几个一炒作一联名，哇！我要不懂，我要没这么个东西，我简直太不潮了，太不酷了。所以现在孩子们就盲目的在追求这个。所以我们是珍惜每一个新闻，也希望呢大家能有机会哈，把这个呢跟你自己的小孩做起来，大家都可以讨论讨论。那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永恒的美？那这个可以去理解了。那现在今天我听他们在讲中国大陆的这些年轻人，就现在呢，因为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压力非常大，所以手里也没有钱，也看不着希望，甚至有的就是天天打一天工，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所以他有一种叫什么文化呢？就是就是我哪怕手里有3000块钱，我就很造一顿啊！对不对？你卖的现在中国大陆的这种高档的酒楼又特别的多，非常受欢迎，啊！恰恰呢是这样的人，我宁可一顿砸3000人民币，我爽一顿饭，反正我明天我也不知道，他觉得这样的解压，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心理状态。那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之后，他又不知道会设计出什么来，所以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和过去的完全不一样了，受网络的、受这种冲击攀比，然后呢，大家也越来越知道哦，原来这个社会有那么多不平等，原来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机会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机会，我早输起跑线上，从生出来我就输给别人的时候，大家是没有希望的。那么这个时候那种怨气、那种紧张、那种压力、无奈。它怎么消耗？所以我估计呢，过一段时间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潮，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生意，针对着大众的心理学会设计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个现象背后的真实的原因。对，虽然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听出来，可能我们3个没有约好，但基本上都是对这个事情比较负面的哈。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大家就只能陷入这个负面。对，我觉得是跟着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真的想给大家带来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思考一些事情，正确的观念、好的观念，对我来讲，美的观念，对我来讲，我带一个这个，我不如带一个你那个。人参，对呀，所以嘛，人家就说你这是老人家啦。对，老人家没办法，要的都是补品，人家就不赚你们的钱了，专门赚的就是这样人的钱，对不对？好，说了2小时了哈。那这样了，非常谢谢大家陪伴我们这2个小时哈。那在走之前的话，请大家能够subscribe 订阅一下。我们也来一把粉丝经济，好不好？那我们还在说呢，人家的粉丝经济什么什么10几人，人家我们也得有来点什么微粉经济，对吧？所以方伟再把你的那个人参举起来，你说这个是有价值的，看看你的粉丝捧场不捧场？有没有人来炒这个？我来炒一个。我们炒身体好啊，对呀，在这个地方。你说我们也不会去画饼圈钱，不会，然后也不忍心，真的不忍心。我们找给大家都真心实意的为大家好的东西，好产品。好了，那如果大家也有这种粉丝啊，我们也是一个潮圈儿，那么我们去买这种货真价实的东西，链接就在屏幕的下边。好了，方伟，客厅交还给你。没有了，就这样了，谢谢大家哈。走之前记得能够拜托一下哈，点赞，然后呢就是订阅2个频道，一个是方伟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早安中国哈。大家不要忘了到早安中国那边订阅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呢很快会就是完全在主要在那边播出。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陪伴我们。OK，Thank you，下次见，拜拜，拜拜。